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Wendy。那这个月呢，我刚刚去香港参加了一家未来资本投资的企业土达通的上市仪式。土达通是我们在2018年，也就将近在8年前开始投资的一家激光雷达公司，也是未来从 NT 2.0 平台开始全系标配的激光雷达。可以说，土达通的一路发展是见证了未来以及未来资本长期互信和并肩作战的见证人。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土达通的创始人鲍君威鲍总，和我们一起聊聊激光雷达的发展以及土达通的创业故事。首先欢迎鲍总。谢谢Wendy。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鲍君威。对，那首先是要恭喜鲍总啊，从8年前还在实验阶段的产品到上车量产，再到这个月的上市，您肯定是把企业带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阶段和高度，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如果我们先回到故事的这个起点啊，那当时我们8年前在看激光雷达这个赛道的这个时候，其实当时技术路线并没有那么收敛，行业当中还是有很多的非共识的。那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一上来就走波长1550这条难度还蛮高的技术路线呢？这个确实是要把时光倒退到实际上是9年半以前了。我们当时在百度的美国研发中心，当时是属于百度的自动驾驶事业部。我个人呢是负责这个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的硬件和传感器方面，所以这方面看的比较多了。当时我们面对的聚焦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呢是 Robotaxi， 就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当时你要想到出租车能够自动驾驶的话，它一定是需要没有司机的，然后那它一定是说整个车对任何的驾驶场景都要非常安全可靠的，能够这个在路上行驶，探测到任何对行驶有危险的物体。那百度那个时候说句实话也是行业的新兵，因为整个中国的自动驾驶行业都是刚刚起步，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去这个各方面来取经吧，包括去欧洲的博士啊、法雷奥啊、美国的一些硅谷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呀，包括一些朋友互相交流啊等等。我们发现呢，这个如果需要自动驾驶出租车能够真正跑起来的话，那它的眼睛就是这个作为激光雷达，作为它的眼睛要非常非常关键，能看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晰可靠。那我们当时呢分析了很多路线。当年首先呢，在百度的这个氛围下的话呢，我们因为百度是只做软件的，主要做软件吧，所以硬件的话呢是外采的。我们当时呢只能采购威利登的产品 Velodyne， 然后呢当时也跟福特联合投资了。那当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同时我们看更长远场景，发现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空间很大的，做什么不知道。所以呢，当年在百度内部觉得这个内部的聚焦的重点呢是硬件不是特别高的优先级，所以呢，我跟我的联合创始人李一鸣博士一起出来看。那出来的话呢，我们的思路还是说，怎么能做一款激光雷达，使得能够让自动驾驶的出租车能够清楚地看到路上所有的东西。那我们分析的所有的路线，那细节就不多说了。那我们觉得呢，要想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发展的话，我们必须得能够这个眼睛，第一个要看得远，因为自动驾驶出租车我们希望能够不止在城区能够开起来，还能看到深山高速。深高速的话呢，就看得足够远，看到200米、300米的探测距离。同时呢，还要看得很清楚路上的小物体。那各种分析发现呢，只有用1550纳米的光纤激光器为基础激光雷达，才能够实现这个要求。对，就像您说的，这个1550纳米不但是能够看得远，也是能够看得清，那肯定是这个更先进、更安全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这个图达通其实后来我们也开发了905纳米的这个激光雷达，那也是现在这个赛道里面唯一同时拥有1550和905规模化产品的玩家。那就是在这个阶段，您后来为什么这个选择了双技术路线并行的这样的这个策略呢？对，实际上这个技术实际上不只是双技术，还是多技术了。大家可能按波长分的话，有1550和905纳米，实际上还有一个小的分支940纳米。但同时的话呢，还有扫描方式。那除了我们1550纳米做的2位扫描，905纳米有1位扫描，还有纯固态的。实际上这个路线不是简单分1个或2个的，最核心呢是我们的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客户的需求是什么。那在这点呢，我们作为一个初创企业，实际上不只是我们公司啊，整个行业也在摸索。
包括这个全球的行业呢，国外的一些这个客户啊，生态系统的这个朋友们在摸索，我们国内也有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也在摸索。所以的话，回头看过去几年的话呢，一方面我们跟蔚来汽车当年一起定义的这个高性能激光雷达路线，实际上是我们叫 L3 Ready， 就是我们的产品呢可能会实现L3 第三级自动驾驶的这个整个系统吧。这个不管是从传感器来看，包括计算体系来看，包括车里的这个冗余的这种控制来看，都是可以实现 L3 的要求的。这是一种做法。另一种做法的话呢，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个这个智能电动车行业自然的一个进化，可以看到呢，很多玩家从中低端开始往上走，那说大量的开始铺。那一开始呢，大家对激光雷达，包括对整个这个高级辅助驾驶，对这个产品的形态呢还不太了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那有些玩家的话呢，是从中等性能的激光雷达开始做起的，比如说从 L2 来做起。L2 的话呢，就是说驾驶员和车辆是共同负责的，但大家希望 L2 的驾驶体验更好一些，驾驶员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吧，就是说这个辅助系统对它的这个辅助会更好一些呢，所以很多车厂来上激光雷达。那这个时候呢，它上激光雷达又对成本要求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看到过去的3-5年的话呢，国内量产的这个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用中低端激光雷达比较多。那我们在跟蔚来一起2022年实现量产交付以后呢，也在看这个市场的状态。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对 L2 级的自动驾驶呢，那这个市场增长空间非常大的。那我们从我们做高性能激光雷达的这个经验来看，一方面做到车规了，同时呢技术的积累足够多了，那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把这些经验平移到做中低性能激光雷达的水平来做。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可以更快的能够同时接触到更大规模的市场。那也是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从去年开始拿下了若干个定点项目，包括今天刚刚公布的上汽大众啊，前两天公布的广汽等等项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市场的选择。我们作为一个企业的话呢，也要尊重这个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规律，来以我们的技术积累，能够更快的把产品线扩广扩深。对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哈，就是其实我们的一些这个多技术路线的选择跟车厂，就是这个等于是途达通的激光雷达的这个用户，他的一些的这个产品策略是这个非常相关的。那我想这个途达通能拿下这么多的这个车厂的这个客户就肯定是跟我们这个本身卓越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性能，加上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量产的这个经验然后跟用户的这个互动，我觉得都是相关的。那其实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关于成本我想成本肯定是这个车厂，就是途达通的这个客户非常关心的一些核心的这个因素。那这个途达通是如何在保证我们这个产品性能这个领先的这个时候同时也能这个实现这个成本降低，并且这个正毛利率的这样的正向的这个过程的呢？对，首先这个任何一个产品呢，当量到一定量的时候，同时呢，这个产品发展到一定成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基本的成本的一个本质的一个状态吧。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在6-7年以前，当时蔚来资本刚刚投我们的时候，而我们在跟蔚来汽车这个支架团队规划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呢，由于咱们这个中国这个智能汽车行业飞速发展，包括蔚来这边也非常激进的来这个推动新技术采用的话，我们都知道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在成本和量产节奏上做一个选择。我们选择是尽快的达产，满足当时蔚来汽车对 NT 2.0 平台高性能激光雷达上线的要求，所以呢，一开始成本是比较高的。这个成本呢，当时比较高呢，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我们为了抢时间必须这么做。当时还有一个疫情期间芯片短缺的问题。那当我们需要非常快的把这个新技术采用进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投入非常多才能把这时间赶出来。不只是我们，包括我们的供应商，那很多方面呢做的优化就不够多，时间和成本有时候只能选其一。同时的话呢，我们的一些供应商在非常短期内，包括我们自己了，把大量研发投入进来，那一开始量呢还没有那么大，那这时候的话呢，这些成本研发的成本就要在比较小量的这个出货情况下呢把它摊出来，所以这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随着时间的推演呢，这个正常的像蔚来汽车过去2-3年，每年出货大约20万台左右，这个情况下的话呢，那这个慢慢的这个成本已经摊下来的话，这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原因。同时的话呢，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设计的优化，还是像刚才说的，早期呢时间比较短，那随着量产达成之后呢，我们慢慢的来磨合产品的每一个小的东西，比如说怎么样使得我们的产品，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供应商在生产过程中更容易的把成本降下来，包括这个良率的提升等等，这些呢也是第二个原因使得成本降下来。第三个呢就是量，比较稳定的量。第一年我们只出了6-7万台，那后来第二年呢15万台，第3年、第4年20多万台，量比较稳定之后的话呢，使得我们能够成本的更加游刃有余的来规划我们的这个供应链，我们自己的产能，我们供应商的产能，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得我们在过去几年成本能降了大约2-3倍以上。对，我感觉确实对企业来讲啊，这个技术创新和领先它是一方面，但就是在发展的这个长河里面，就是可能还是得回归到这个商业的这个本质上然后确保一个就是好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状态，才能把这个商业模式真正的这个建立起来，企业的这个发展才能长治久安。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关注到一个新闻啊，然后就是前2天这个美国的激光雷达公司 Lumina 这个宣布了这个破产重组。那遥想当年啊，在图达通刚刚成立的这个时候，这个 Lumina 其实是风头非常劲的一家明星的公司，而且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技术路线也是做1550啊。那不知道您对这个消息有什么感触吗？您怎么看待说中美两国的公司在现在的激光雷达赛道上的一些发展？对，这个确实是感触很多呀，而且是我们跟他们还有各种缘分，实际上并不是直接的缘分，是相当于2个平行空间里吧。这种说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当年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是2016年的11月份，在那之前呢，我们也在百度负责这个做激光雷达一些技术的调研。实际上我们当时这个沟通了好多公司吧，Lumina 是可能是唯一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公司，因为他们当时是非常神秘的做一些事情。说实话，在我离开百度成立这个图达通，当时叫 Innovision 之前呢，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初创公司，硅谷初创公司很多了，做什么不知道，只是这个非常amazing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非常年轻人呢，拿到的 Thiel 的 Fellowship 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公司成立之后呢，直到2017年的4月份，他们正式的公布他们的产品是做激光雷达。是做车载的激光雷达，而且是150纳米的技术路线，也是双轴扫描。我们一看，很巧合，跟我们的路线非常巧。在这之前，确实是我们2方没有一点交流。人员虽然在硅谷，可能办公室里都不远，也就是开车10分钟路程，但是确实一点交流都是没有的。但看到他们的消息呢，又仔细看，发现一句话叫“英雄所见略同”吧。因为我们发现我们选择都是150纳米的激光器。然后呢，双轴扫描有一些细微差别呢，是我们当时是选择多面镜来扫描的方案，他们是选择正镜的方案。我们仔细的分析发现我们的路线是更有持久性的，这一点也是根据我们当年在那之前的几个月交上的专利来有验证的。那回头看的话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演进，Lumina 呢也改到了我们的路线上来，最后呢我们2方一起来做。这是在那之后呢，我们觉得他们是属于在一直很高调吧，确实是非常高的这个引起市场的注意，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客户。所以呢包括2020年他们通过这个 D-SPAC 上市等等，也是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的。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他们做 D-SPAC 上市的这个材料，因为这个材料是公开的了，发现呢他们说了很多事情，包括产品路线，包括成本的演进，包括交付的节奏，跟我们期待的非常相像。唯一呢是我们当时跟蔚来汽车马上就要定点了，当时我们的一个憋住一股劲儿，说我们应该比他们更快，因为他们在2020年4月份公布跟沃尔沃这个量产项目的时候呢，当时说要准备2022年的秋天量产。那我们跟蔚来汽车定一个目标，说我们一定要超过他们。虽然我们跟蔚来汽车定点的时间比Lumina 和沃尔沃晚了半年，我们说我们要赶出1年时间来，所以我们当时定的是2022年的年初要量产。
那最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真正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我们还看当他们能不能也实现他们的目标，最后发现他们实际上推迟了1-2年。那这里有很多原因了，有这个我们这个图达通这么一个横跨中美的团队，即使在疫情期间克服了各种困难吧，然后更好的利用两边的优势，包括我们硅谷团队比较以前的积累、技术积累，包括我们在这个国内苏州、上海这边打造了团队，非常高效的执行效率。还有很关键是在疫情期间呢，我们没有被疫情阻断，在中国这边更好的利用好中国非常高效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而 Lumina 呢，因为疫情，本来它可能想用一些中国的供应商也用不了了，这些因素叠在一起，使得我们能够很快的超过他们了。那再往下演进的话呢，我们的产品的这个进一步技术的提升啊，包括成本的降低啊等等，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当年跟未来汽车定点之后拍的这么一个时间表来走的。那回头看的话呢，简单说呢，Lumina 吹过的牛我们都实现了，而且是按时实现了。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也验证。所以说我有时候把 Lumina 叫做我们的 marketing department， 我们的市场推广部，有点开玩笑了，但确实我觉得我们两边在产业在技术演进上的看法很一致，非常类似的。可惜呢，Lumina 有各种原因吧，细节不多说了，他们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达成量产，然后使得最后造成了这个它的成本也非常高。虽然在上市融了很多钱，最后发现最后还是要量产交付，还要把产品做出来。由于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吧，造成了今天这个情况。您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就是疫情这个期间，您基本上就是这个把家还有这个家人都搬到了这个上海来啊，然后也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在这个上面。您说这个 Lumina 和这个图达通之间，我觉得这个可能差了点时机，差了点运气，更多差的可能还是我们这个在这件事情上的这个努力，还有您在上市过程当中也讲，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第一个客户，然后未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给的这个支持。那如果说我们回到那个图达通的产品上啊，我看到这个图达通今年其实收获了很多的这个里程碑的这个时刻啊，包括是第一款纯固态的这个激光雷达首次获得了国内的某家头部汽车这个集团的车型和定点。那这个想请您再聊聊这个纯固态的我们的这个激光雷达，它的技术突破和优势是在哪里啊？对，实际上从激光雷达行业一起来啊，大家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说激光雷达什么时候变成纯固态的，像摄像头一样。这个确实有，实际上很早就有纯固态的，我们叫 iToF， 是就非叫间接的来距离测量。细节不多说了 ，iToF 呢，它的性能非常有限，探测距离啊，对这个光线的影响等等，测距精度都比较有限了。可能对一些这个消费电子可能比较有用，对汽车行业呢是不够的。那汽车行业的激光雷达呢，它的本质的物理原理啊是说，你把一束这个激光光信号打到远处再收回来，这个收回来的这个信号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比如说你把这个一堆光子吧，因为光信号就可以想成一堆光子打到一个200米以外的物体，因为开车需要看到差不多至少这么远的距离。再收回来的话呢，差不多10亿分之一的光子数才能收回来，数量级了。OK， 所以非常非常弱的信号。那在这个弱的信号下的话呢，用纯固态的激光雷达想探测到这么远的距离，几乎是不现实的。真正实现的话呢，可能会有人眼安全的问题啊，整个系统成本和功率问题啊，大小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那我们觉得要想实现的话呢，必须得通过扫描的方式。这是为什么我们有各种所谓的半固态的方式，甚至早期有机械式的，是整个系统通过旋转来扫描。那半固态的话呢，是说明你的发射和接收结构是固定的了，这样可能使得设计更紧凑一些，而且可靠性更高。但你可以用一些镜子来扫描的话呢，来在市场中按照时序来扫描一部分空间、一部分区间，使得能够既平衡你探测距离的要求，同时呢也能够做这个覆盖比较大的市场角，这么一个事情。这是一个物理技术的局限吧。那随着时间推演的话呢，我们发现照现在来看，量产的激光雷达前向的，就是要求你探测距离有一定距离100-200米以外的，都得是半固态的，因为技术原理、物理原理决定了你不能通过纯固态能实现你需要的这样的性能，而且在阳光下。
但是呢，随着时间接着推演，我们希望把一个车的周边全覆盖了，稳定可靠的覆盖了。尤其现在 L3 甚至 L4来做这个高级辅助驾驶或自动驾驶的车辆，它需要能够安全可靠的探测到车辆侧面、后面的所有物体。但侧面、后面的话呢，探测距离就不需要太远了。比如说泊车几米的距离就够了。大家说泊车是不是摄像头就可以呢？不行的，因为摄像头它受光线、受这个物体的被探测物体的纹理影响等等，它不够可靠的。那你要想那的车在 L3 或 L4 的情况下能够安全可靠的行驶，不要碰到这个车边上的小孩、行人，还有这个马路牙子、墙等等这些特殊的物体的话呢，激光雷达是一个必要的辅助手段。这样的话呢，但同时性能又不需要看得特别远，所以呢，几米的距离、10几米的距离，这样的话呢，纯固态就出厂了。纯固态经过一段演进，早期的话性能是没这么好的，而成本比较高。那过去3、4年吧，随着我们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们在技术上的提升而且投入，这个东西上并没有发明新的物理原理，只是说它把这个探测器。这个叫这个雪崩二极管的这个探测器集成度更高一些，它需要足够的研发投入。我们的供应商合作伙伴们也在看这个市场，当市场足够大的时候呢，他们会投入比较大的这个研发投入来做流片呢，做一些新的定制化的光电芯片来探测。那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发射的激光器芯片 VCSEL， 就垂直向表面的这个发射的半导体激光器芯片。这个是有些技术进步的，从当初的1节、3节、5节到现在可能7、8节以上。这样的话呢，它的功率越来越高，它的功效越来越高，使得这方面呢合在一起的话，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作为系统集成商、系统设计商，可以把这些各种元件集成在一起，同时算法做些优化，使得产品就可以给大家使用了。它的优势呢，就是第一个呢，虽然它的性能不如半固态的好，但是呢，对于测试后视足够好了。同时呢，它做的比较紧凑，成本在长期来讲会比较低。这样的话呢，使得在一个车上可以装得起2个、3个、4个或者更多，使得把车周围安全可靠的全包起来。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产业，我们觉得在未来几年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对，因为刚才跟您聊了一些就是在车上的这个使用哈，然后这个其实就我们现在这个激光雷达就是可能有车和这个非车端的，那非车端的这部分这2年一直非常热的一个这个话题，就是在一些这个机器人上的这个使用。那我们看到说，其实过往图达通一直有跟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企业有一些合作然后包括是这个搬运的，然后还有一些环卫的机器人等等。然后前阵子我看有一个报道说，我们的蜂鸟第一也获得了人形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创新奖其实这个很多智能电动车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企业，不只是这个激光雷达，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供应链，他们也已经开始去布局一些具身智能领域的方向了。那我不知道这个图达通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这个相关的计划？确实这方面的话呢，正是激光雷达在这个应用场景的下一步的拓展。实际上，您看激光雷达本质的话呢，它本质是一个3维的空间探测的这么一个摄像头，带引号的了。所以，当我们需要在探测物理空间、3维空间的时候呢，只要这个需要，它就可以顶上去。一个好处呢是，激光雷达一方面通过咱们国内智能电动车的高速发展，使得我们的量和供应链的稳健性、产品的可靠性都已经打磨出来了。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在这个比较这个已经对市场验证的产品平移到很多其他的类似的行业，像你刚才说的，一个是低速的配送车辆、物流车辆，然后这个扫地车等等这样的这个广义定义的机器人，还有呢，我们这个现在比较火的具身机器人，它要求呢这个纯固态的这个更小，而且更加紧凑的这个纯固态的产品，这些呢都可以直接应用起来的。像我在我们这个前2天一个访谈里说到激光雷达呢在长久的发展上，它汽车行业只是一个起点。OK， 那很多类似的行业，就像这个摄像头、数字摄像头，在20多年以前刚起来的时候，
可能应用范围很窄，只是说这个高端的一些艺术啊，或者是这种媒体来用。再往后的话呢，可以换到大爆发。但现在我们每个人平均摊下来，可能摊好多个摄像头，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等等，对吧？这些的话，我觉得发展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再广义拓展来看的话呢，提到现在比较火的 AI 方面，AI 方面的话呢，实际上过去的将近10年的飞速发展吧，它的主要的进展是在数字世界。大家看到大模型实际上是大语言模型，大家把我们的知识世界的东西、数字化的东西，把它通过模型很快的能够这个抽象出来，而且可以做一些推理啊，可以做对我们在对数字世界的应用的话呢，有一些帮助，很大的帮助。在此之外的话呢，大家下一个愿景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在物理空间，机器人帮我们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做家务也好，这个工厂一些搬运也好，不是说工厂的机械手，而是说机器人了，更灵活的做一些事情，包括服务啊等等这些事情，包括陪伴老年人呐、帮助老人、照顾老年人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些机器人在物理空间动作的话，它一方面它的数据是有限的，因为数字世界的数据是很多很多人类的知识，包括互联网产生数据，很容易就总结起来，通过标注可以用起来了。但物理空间数据是有限的，所以呢，年初的时候呢，英伟达在这个 GTC 会议上呢，这个黄仁勋他说呢，这个可以通过造一个物理空间，一方面他是为了这个用他的 GPU 啦来产生模拟物理空间，但是呢，物理空间不能无限的脱离现实的模拟出来，只是在做模拟。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时间长了，这个空间可能会变形，可能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我们认为呢，物理空间的这个通过数字来模拟呢，它需要不停的跟实际的物理空间来校正。这个校正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激光雷达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连接点，使得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物理空间的实际的状态连接起来之后的话呢，而且以后随着激光雷达的普及，在各种地方，比如说在我们现在做的智能交通行业，在路面上，在室内，在这个机器人的身上来看的各种事情，这些数据无时无刻的把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把它校准起来，这样对整个物理 AI 的这个模型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助力的。对，我们也看到说哈，就是在我们披露的一些信息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图达通的收入结构其实已经趋于多元化了啊。然后这个能不能请您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这个下游的这个客户都来自于哪些的这个行业？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如何去适配不同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场景？比如说这个煤炭啊、船舶呀，这个 L4的这个自动驾驶啊，这个乘用车啊、商用车啊等等的。那从您的角度，您又觉得说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赛道它整体会有多大？对，到目前为止呢，说实话，我们在汽车行业还是占我们去年就今年了90%以上的，包括蔚来汽车，包括一些其他的车厂客户等等。下一步拓展空间的话呢，我们觉得体量比较大的是配送物流车这块的话呢，我们看到行业的一些头部企业也可以达到每个月交付几千台车的水平了。那全年来说的话呢，可能一辆车有2台激光雷达，那这一个客户可能会一年有10万台左右的交付量，这已经相当于一个车厂的一个车型的或几个车型的交付量了。明年后年可能发展会更猛，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增长空间。除此之外呢，一些这个商用车的一些应用，比如说长途这个物流车辆，比如说矿山车辆。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这个矿山自动化车辆的这个企业也上市了，那得到资本市场认知的话呢，他们在行业拓展会更快一些。这是在运动的这个车辆上，同时呢，在固定场景，我们叫固定空间的激光雷达，比如说在交通行业，国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智能网联、车联网项目啊，车轮一体化等等，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这个水道。像你刚才提到的煤炭矿井下面是很黑的，那这个有矿车呀和这个下面的工作的人员等等，互相怎么避免碰撞，而且是矿下需要满足本体安全的要求，这些对一些定制化的激光雷达呢都提供一些新的需求了。那同时呢，如果把这产品做好的话呢，
对整个生产的安全、整个系统的便利性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您预测一下这个整体的激光雷达的这个赛道的这个蛋糕大概是个多大的规模？这个实际上在中长期吧，汽车行业的营收肯定还是占可能是一半甚至是60%-70%以上，60%-70%以上。但是这个利润来看，毛利来贡献来看的话呢，包括我们和一些友商的这个数字也验证了，可能汽车行业是如果是一个赛道它毛利有一部分的话，那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这个交通行业，它的毛利可能会跟汽车行业的这个毛利贡献会差不多。另外呢，还有这个广义定义的机器人配送车辆啊，还有这个一些特殊场景的应用，比如说船舶呀，比较长的探测距离，比如说我们的激光雷达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改变或者调整，就可以探测到将近1公里的探测距离。这对船舶在水道上行驶，避免碰撞啊等等都有很重要。这些每个赛道我觉得都会有一个跟汽车行业的毛利贡献差不多这么一个部分，这对于我们这一类公司的第2、第3增长曲线是有很大帮助的。对，听您这么说，这个整体的这个前景还是一片光明。那这个聊完了公司啊，我们还想聊聊您个人啊。这个不但是这个在大厂，就像百度这样的公司做过管理者，然后之前其实，在图达通之前也有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经历。那回想就您刚才讲的这个9年半之前啊，您刚才讲了您在这个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的一些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最终是什么这个推动了您去再次走上创业这条路呢？实际上像原来说这是我第2次创业了，在百度呢只是在第1次创业之后那个公司工作了10多年吧，然后在百度呢想试试新的行业，想进到互联网行业，结果阴差阳错的又回到跟我原来做的事情光学或光学系统相关了。在百度实际上首先很感谢百度这个平台，记得百度当年对行业的这个在行业的地位，还有很关键的百度一批这个当年的 leader， 当年领导者对这个行业的远见，当年就看到了自动驾驶汽车行业会被颠覆的，会被新技术颠覆的。那当时呢，我从百度离开创业的一个核心事情是说，觉得有些事情在出来做会更快一些，效率更高一些，这也得到百度当时的一些领导的支持。核心是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是做光学系统、光学仪器硬件系统吧，实际上不只是硬件了。那这个跟当年在百度内部想做整个这个自动驾驶出租车或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么一个方向有一些契合度，但又不完全的一致。那我认为当时在百度体系外做这个事情会效率更高一些，同时可以做出产品呢，服务于更多的客户，对行业产生更大的价值，对社会产生更大的价值。因为这些原因吧，就是自己有一些叫手艺，这些手艺的觉得在一个创业过程中能更好的发挥出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对，从这个非常简单但宏大的这个想法开始啊，但是我们讲这个创业其实都是九死一生的啊。然后如果让您回想在这个过去这8、9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您在这个图达通的创业路上经历过什么至暗时刻吗？是怎么走过来的？最难的时候实际上是2019年年中到2020年年底吧。这一段的话呢，实际上整个行业回想那时候有很多变化。一个呢是可能蔚来汽车当时也经过了至暗时刻，但是很好是2020年春天开始这个恢复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呢也是大家知道2020年的这个年初开始这个 COVID 疫情开始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在硅谷也是被封到这个家里了。那个时候融资也比较困难，我们在那之前刚融了很少的一笔过桥的这么一个资金吧，然后本来觉得可以缓口气儿，结果疫情来了之后呢，发现更困难了。那我们很感谢当时美国的同事啊，按照法规要求的话呢，都是说我们叫 shelter in place， 在家里工作。虽然在家里不像国内的封在家里是大家到处跑，但是不应该在工作场合工作的。但我们因为做有硬件相关的东西，很多做硬件相关的同事的话，差不多一半的同事吧，也是叫偷偷摸摸的。只在家待了1个星期就回到办公室工作的。好的是我们当时办公室空间比较大，所以大家可以离得远远的在做这个事情。那那一段时间确实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也感谢在疫情期间吧，这个20年的8月份，我这个回到了国内。
那经过跟未来汽车定点项目做出来之后的话呢，那可以真正的开始好好的做开发了。那个时候呢，就把这个至暗时刻算是度过了。那如果是让您给一些就是创业的这个后浪们分享3点或者是几点的这个经验或者是建议的话，会是什么？后浪呢，不可能这样说不好，可能更是大家都一同创业吧。现在还是在这里，或者给一些想创业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确实有几点的感悟了。一个呢，合伙人非常重要。OK。创业期间呢，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合伙人之间互相的这个看法、愿景不一样，打得不可开交。虽然也有打得不可开交，还有成功的，但毕竟少数了。我觉得我很幸运，有李一鸣博士跟我一起来创业。那我觉得找合伙人的话呢，有各种找法。那我觉得很关键一点是，大家有一个互相的契合度、互相的认可，而且可能有一些互补性会比较好一些。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可能要有长期主义。长期主义有很多方面了，一个是对产品的认知，你对产品、对技术的这么一个看法，包括投入，要看到比较长期的事情，而不是说短时一时什么东西热就追什么。还有呢，对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对我们的客户要有长期主义。这些事情，尤其我们这个行业是 to B 的行业，一定要想到跟客户。不是像短期的一时一事的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利益吧，而看长期的互相认可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一点呢，在我们跟未来汽车、跟很多其他的客户沟通交流过程中，我们跟客户的关系绑得越来越近。这些话呢，都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再有一点的话呢，可能要做你擅长的事情，利用好你擅长的方向，而且你的边界感定义好边界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把我们定义成一家激光雷达企业，或用激光雷达为基础，在有一些垂直场景做解决方案的企业，这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个人的经历，我们联合创始人和现在团队的一些核心员工的一些这个技能来决定的。那我们不做什么呢？比如我们不做光电芯片，因为这个呢，我们2位我们都没有这个研发背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光芯片，比如说激光器芯片、探测器芯片等等，但是呢，我们不认为这是我们的技术的最强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做芯片的话呢，可能是说这个芯片可能是这个没有别人做，或者我们做这个东西的话呢，必须得这个有供应链的供应链安全的风险了才做这个事情。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里的激光器芯片和探测器芯片，很好的是有很多。我们比较好关系的合作伙伴，而且比较技术能力非常强的这些供应商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来支持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这样可以，行业是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这也使得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长处，我们做系统集成，做整个系统设计、光电系统设计、整个算法对整个点云的优化等等这些方面，来更好的利用我们的长处。这样的话呢，大家对合作起来彼此之间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么一个不信任感，这使得我们整个行业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这讲的也非常深刻啊，这个战略的这个定力。这个长期主义的话，这个说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路线，还有就是跟我们合作伙伴的一些的这个相处。然后最后您讲到的是这个合伙人和团队，您讲的这几点给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创业者，或者您刚才说的我们正在创业的一些伙伴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建议和宝贵的这个经验的这个借鉴。那未来资本呢，作为图达通早期的产业投资方和长期的战略伙伴，也非常荣幸一路能陪伴和支持图达通的这个成长。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挖掘像图达通一样优秀的这样的这个创新的这个企业。那再次感谢这个鲍总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好，谢谢温迪，也谢谢各位听友。